晚饭，鲁嬷嬷炖了一锅鸡肉，4人围坐在火炉旁，就着咕噜冒泡的热乎菜，吃得口齿留香。你们2个倒是有能耐，再这么拼几日，族里熬冬的食物竟够了，关内何处来的？收了嬷嬷别笑话，我们2个是朝廷通缉犯，被9国通缉。片刻后，老妇人失笑：你们当真是能耐。她虽然是关外人，但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老妪，能被9国通缉，要么是做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儿，要么是有被9国忌惮的本事。他猜这2个后生是既干了大事儿，又有相当的本事。我会尽快找出解毒的办法，免得你们实力打了折扣，到时候啊，应付不了那么多强敌。入睡时间，田宝房门刚关上片刻就被叩响。何事？天气冷，田宝钻了被子就不太想出来。天宝，有件事忘了跟你说了。说。在关内收到我爹的消息，当时急着来羌族，小事我一时忘脑后了。你中蛊的事情，干爹跟杜爷爷还有大胡子叔叔他们都知道了。我们偷溜的当天，他们也各自给你寻办法去了。这时候杜爷爷应该已经到了毒王谷了。田宝掀开被子就往门口冲，小泉蓄势待发。待门开，外头的人已经溜得没了影了，就是故意等他爬进被窝才来的，算计好他先被下床的片刻功夫好逃跑。小王八蛋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接下来几天，白玉都被揍得惨兮兮的。可惜锁桥断了，外面大雪封山，一时出不去，没有办法给毒爷爷跟干爹他们传信告知你的情况。白玉顶着一个黑眼圈坐在火炉前啃烤鸡腿。该能出去了，我立刻给他们递消息。田宝手里也拿着个烤鸡腿。这段时间因着2人打猎，婆婆家的伙食有所改善。告诉他们我的毒无碍就行了。我知道你素来报喜不报忧，但是这件事情还是跟长辈们如实相告的好。毒王谷被毒不侵闹翻了天。老祖宗，我们谷里的典籍跟孤本全都在这儿了，真没有了。别说你每天来搜3遍，就是搜10遍100遍，那没有就是没有，他也不能凭空变出来呀。新毒王谷有点话事权的人全追在老头屁股后面苦口婆心。在各处没搜到有用的东西，老头又回到书楼，把房梁上下任何可疑的小洞是又查了一遍，连楼顶的瓦片都被他一块一块掀开了，看看瓦片下面有没有藏私货。你们这新毒王谷好歹是拿银子兑出来的，东西就这么少啊？匡爷爷呢？老子不信！你们几个去把对面屋子的瓦片也给爷爷翻了。收楼下跟来的人一个个欲哭无泪。还翻？老头来这儿闹一次，他们就已经是骨不像骨了，翻自家后花园都没这么自在吧，不带这么折腾的。不想再翻瓦片了？不想翻也成，你们帮我去办点事儿啊！只要让我满意了，老头子立马就走人，不带多待的。老祖宗请说。这几十年你们新毒王谷名声颇盛，结识的人应该是不少的，而且都还是非富即贵。富贵人家里收藏的好东西，那肯定也不会少吧？你们去给我收集100本各家私藏的医药古典籍，越快越好，要不然惹老子不高兴了，老子以后就住在这儿，不走了。不仅不走，还把你们全部都弄成药人。也别想着开溜，把老头扔在这里一个人唱独角戏，你们跑不了，爷爷给你们下的毒你们也解不掉的，要生还是要死，你们自己选吧。这才是新毒王谷的人真正憋屈的地方。这怎么选啊？这有的选吗？积雪未化的寒冬，老头坐在铺着碎雪的屋顶，眼睛被风吹得通红。另边厢，烟霞关外，一行10数人出现在东南方雪山峡谷，为首悬疑青年身姿笔挺，气宇轩昂，周身气息凛冽。皇上，索桥已断，这里也过不去了。卫离抬眸看着20丈外的雪山，回北门入口从那里进。皇上，如今大雪封山，北门入口已经被雪堵实了，最稳妥的办法是等冰雪消融。那就从雪山上爬进去，朕等不了。关外积雪消融至少要等到3、4月，他等不了。
羌族藏在雪山群中，那里的信息外界一点都打探不到。田宝现在就在里面，蛊毒有没有发作，情况危不危险，他同样一无所知。他不想总是做来迟的那个，不想做该在的时候总是不在的那个，不管是对田宝还是对他所有在意的亲人，这都不是他的初衷。羌族圣女碉楼，圣女，族里鹰眼通报，有人想闯雪山，人已经在北入口，总共13人。可知来者身份？不知，但手下猜测是敌非友。苏九年跟白玉刚来不久，那些人就紧随而至，应该是一伙的。既如此，就把他们一并留下，命鹰眼带50步众，把那些不请自来的人埋在雪山里。入夜后，你去抓100族人，注意避开其他人耳目。我要重启白沙阵，这次要再给我出幺蛾子，你的脑袋就别要了。是，属下定当办妥。去吧，把乔奴叫来。乔奴便是那晚以敌音试探田宝的男人。乔奴，你是王爷指派给我的人，身手在我羌族可算最顶尖的。这些年你对我忠心耿耿，比起阿银，我对你的信任实则更多，因为我们都一心忠于王爷。现在苏九尼来了羌族，我们当联手把他拿下来。眼下我有件最重要的事情交于你办，或会丧命，你可愿意？但凭圣女吩咐。好。将事情交代完，遣退了乔奴之后，六郎，待拿下苏九尼，大功一件，你总该来看看我了吧？北马族这几日天天跟过大年似的热闹。田宝姐姐，罗马叔叔说下午去西边雪山看看，那边也有猎物可猎。姐姐，你带冰儿一块儿去好不好？嬷嬷最近忙着研究解蛊之法，一天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能看到她。1楼变成了3个后生的地盘。现在不怕我了？不怕。这几天他跟田宝姐姐熟了，他说话的时候，姐姐都会搭他的话，他问的问题，姐姐也总会回答，可好了。姐姐虽然不爱笑，但是一点也不凶，是好人。想去就去吧，我去告诉嬷嬷，姐姐带冰儿去玩了。白玉坐在火炉旁，面无表情。天宝，你不觉得我们遇到的人都很奇怪吗？但凡年轻的、年纪小的，怎么一个个都爱往你那儿凑啊？小麦穗是这样，鲁冰也是这样。你小时候跟他们一样。是，他小时候喜欢凑上去讨揍。咱们俩一块儿来的，他光撵你不撵我，我这么大一个人坐在这里跟不存在似的，正常吗？少爷这张脸长得也不差哪儿吧？下回找个撵你的。白玉认真烤火，再聊下去得把自己气死。田宝从小就不会聊天，几天的功夫，部族往外方圆10里的雪原已经找不到一只野兽了。猎手们的兴奋劲儿正高涨，下午大家伙就吆喝上田宝跟白玉，浩浩荡荡往西边雪山出发。鲁冰儿特地换上了方便打猎的衣裤，眼睛晶亮地粘在田宝身上，像个刚刚长大准备出去见世面的孩子。几人出发时，鲁嬷嬷在楼上倚窗目送，视线落在小孙女背影，眼底尽是欣慰笑意。连翘身边护着他的高手也是外面的人给他的，那个不要脸的。鲁马愤愤，终究闭了嘴没有多说。这些族中丑事本不该跟外人提起。姐姐，你打猎为什么那么厉害呀？冰儿也想跟姐姐一样厉害，我教你。雪山比平地上的雪原要难走许多，上山的路被积雪覆盖，很容易脚下打滑。白马族一众猎手爬得气喘吁吁，甚是艰难。等爬到能平稳些行走的高地时，2个少女已经在上面等了很久了。嘿嘿，路马叔叔，这么好走的路，你们怎么都喘大气了？白玉走在最后，最后一个撑上来，看着小姑娘半个人挂在田宝身上，挑了一下眉头。冰儿，来，哥哥给你比赛，谁能先爬到前头那座小峰算谁赢。你赢了哥哥，姐姐给你猎头狼；哥哥赢了你快去哥哥帅气，如何？哥哥指的那座小峰是笔直往上的，冰儿爬不上去呀。而且哥哥本来就帅气，不用冰儿夸也帅气啊。冲你这句话，哥哥就不赢你。没想到冰儿会愿意亲近田宝，鲁嬷嬷一定很欣慰。冰儿看起来有14、15岁，但是比这个年纪的普通孩子要更单纯。年前刚满的15岁。唉，要是没出意外的话，羌族现在的圣女本该是冰儿，她小时候可聪明了，
在蛊术上一点就通，极有天赋。连翘为了能够连任圣女之位，设计把冰儿害了。当时的冰儿才8岁，自那以后，她就一直是8岁的孩童性格。年岁长了，但是智力却永远停留在了8岁了。你们羌族圣女再不有实现吗？啊，没有。成了圣女后，至老死之前，族里才会挑选下一任继任。连翘是因为当初犯了情戒，失去了继续当圣女的资格，所以族中的长老们商量以后，打算让冰儿继位。连翘心狠手辣，直接动手害了冰儿。连翘谋害下一任圣女，没有受罚。他联合外界高手强压，之后那些长老就再也没有一个人敢开口反对他。走吧。卫离道了一声，带着影卫开始往山下纵去。连翘负手站在碉楼高处，起阵。阿婆，姐姐好厉害！今天姐姐咻的一下带冰儿飞上去了，好高好高啊！哥哥真的送了我一头狼，是头狼哦，长得最大只，肉也最多。阿婆，姐姐还说教我打猎，以后冰儿也能打猎物，孝敬阿婆了。冰儿今日这么开心，以后也要开开心心的。你开心了，阿婆也就开心了。冰儿每天都会开开心心的。填饱就是块香肉，谁见了都想叼一口，没门儿。百杀阵什么意思啊？要是所料不错，这次他的目标是我们及整个白马族。蛊虫已经朝这边来了。嬷嬷、冰儿，通知大伙快走！一声尖锐笛音穿透夜空，四周欢声笑语乍然静下来。所有人听着，别慌，马上去防护洞。白公子、苏姑娘，你们也进防护洞。老生回来之前，烦请二位替我照顾好冰儿。嬷嬷，你可是要去解阵，如何解？告诉我，我去。白沙阵以人血为引，只要血气浓郁到一定程度，蛊虫就会闻腥而动，无可解。连翘这时候启动阵法，必然已经做足准备，我们只能躲。你不跟我们一块进去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把汇聚过来的百虫驱离，否则他们会一直逗留此处，藏在防护洞里的人便出不来了。连翘启用百杀阵，必然会把防护洞一并计算在内。他要杀我们，又怎么看着我们躲进洞里安然避祸？此举并非我们以为那么简单，背后肯定另有杀招。或许百杀阵真正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把我们逼进防护洞。是雪崩，白玉，走！山崩地裂的前奏贯彻黑夜虚空。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白马族人还在防护洞里，我要去救他们。雪崩之前能逃一个是一个，你们先走。苏姑娘，老身拜托你替我照顾冰儿。说着，他从怀里掏出张小羊皮卷，塞到少女怀里。这上面写着老身推算的解蛊之法，未能全部加以验证，以后要靠姑娘自己了。嬷嬷，族人在防护洞里尚能避开蛊虫，这时候把他们叫出来，只会让他们更早丧命。苏姑娘，嬷嬷若是肯信我，什么都别做，之后的事情交给我，我会把白马族人一个不少的带回来。嬷嬷，天宝说到便能做到，且信他也会如何？鲁冰儿虽智力不及，但也意识到眼下是什么情况。阿婆，冰儿是姐姐。这片刻功夫，几人已经驰出白马居住地，离了那方山坳，到达雪原边缘。某山顶处，看着白马族群被雪海吞噬，连翘放声大笑，兴奋癫狂。阿银、乔奴，你们看，他们死了。凡人再能耐，在天地面前也是不堪一击。外界把苏九尼的能耐传得奇乎玄乎，现在如何？不也被埋在雪底下了吗？乔奴站在女子身后低眸，一言不发。圣女，我们羌族的人也在那里，他们全死了，全死了。你为什么不让族人提前撤离？你又比我好多少？开启百杀阵要用族人献祭，你抓族人的时候也不曾手软，现在反倒质问起我来了。说到底，你现在如此愤怒，不过是因为你阿爹阿娘跟弟妹也被埋在雪底下罢了。从此以后，这天下懂得蛊术的
就这。白玉，你在这里照顾嬷嬷跟冰儿，我去把人带出来。他真的有办法。快去快回，我就在这等你。等少女背影消失眼帘，嬷嬷，冰儿，抱歉。话音落，指尖在老妇人跟小姑娘脖子后方轻点了一下，二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就闭眼昏睡了过去。空间里蹲在药田旁当铁柱的不死人听到奇怪动静，脖颈僵硬扭动，抬起头，便见一大片雪白物体从老梨树那边飞过来，越过他头顶飘向远处，最后在那边山脉空地降落，眨眼功夫就堆出一座白色的山。空间外，鲁马叔叔，白马族的，出来，安全了。雕龙呢？我家呢？哎，怎么抬头就能看到月亮啊？不对啊！哎，谁把我家防护洞的出口挪到外面了？什么挪外面？咱们的楼全都不见了。刚才外面那么大的动静，你们都听见了吧？田宝，刚才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躲在洞里，差点没被吓死啊！刚才雪崩了，你们全都被埋了。鲁马捂着突突跳的脑袋，想找点什么话来说。啊！操他老子的！真的是雪崩啊！你们看，羌族也全被埋了。山的那边如今只见白雪，不见人。田宝，那边的人是不是都死了？没人通知他们躲进洞里。天宝，是不是你？天宝，你怎么来了？话音落，青年就冲到了他面前，伸手就把他紧紧揉进怀里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没事的，我就知道。师姐命硬着呢，你来做甚？来找你。白玉呢？他怎么样？可有受伤？先跟上，待会儿再施救。等会儿我抓了个人，你应该会高兴的。这里有蛊虫，有完没完？走，抓的人也都带过去。好，剩下你我二人，荣华富贵在前头等着。一个数千人众的小羌族算得什么呢？阿银，念在你我主仆一场，你若想继续跟着我，刚才那些不敬我既往不咎；若不想，你就自行离去，我也不为难于你。就这么着吧。连翘毫不在意，举步往山下走。你是何人？是你制造的雪崩。你就是今日想要闯雪山的人，果然是敌非友。乔奴，杀了他们！我必要你生不如死！雪崩停了，此地往昔情景已不复存在，举目四野，处处雪白，碉楼不见了，灯光不见了，人声也听不到了，便是身后雪原里的野兽也被惊天动静吓得躲进了林子深处。行啊，来得及时，竟然把连翘抓着了。我收到消息，就用最快速度赶过来了。外头大雪封山，羌族的人为了阻拦我们进来，撬了不少雪团。我们闯过来之后，还不知道去哪里去寻找你们，就撞上那3人从羌族跑出来。幸好你们都没事。哎，在我们面前就算了，在外面可千万别这样。师兄，注意身份。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陆嬷嬷，你曾是羌族大祭司，我是你看着长大的。连翘，你简直妄生为人！嬷嬷，跟这种心如蛇蝎的恶妇何必多说，杀了他！连翘，你对付白马族尚有个理由，可羌族其他的人做错了什么呀？几千条性命啊！畜生！嬷嬷，杀了这个畜生！杀了他！阿银躺在雪地上毫无反应，双目空洞。乔奴躺在另一边一言不发。你们都想杀我，告诉你们，我若死了，姓卢的老钱婆就要给我陪葬。我早就在她身上中了投命蛊，我若死了，她也绝活不了。我老婆子活了这把岁数，纵死又有何可惜？就算我惜命，你以为你就赢了？我要让你白骨失心，方能告为他们的在天之灵。白骨噬心？不，你不会的，你不能这么做！你想吓唬我？休想！六郎回来救我的！乔奴，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你快救我！这是羌族内部的事情，田宝没有插手的意思，跟白玉卫里走到一旁，置身事外。连翘心口已被一把匕首刺破。为什么背叛我？主子有令，死人才能保守秘密。若圣女被诛杀，不可能，我不
不信，你骗我的，骗我的！刘郎不会这么对我，刘郎他不会。阿婆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要吓冰儿，你醒醒啊！阿婆，姐姐，苏姐姐，你救救我阿婆好不好？你救救她，你救救我阿婆，苏姐姐。同命蛊如何解？不许哭，回答。同命蛊无可解，众蛊双方一旦死亡，蛊虫也会跟着死掉，同命蛊也就自然不存在了。鲁嬷嬷，别怕，姐姐在呢。田宝将鲁嬷嬷抱起，二话不说往远处送去。趁着鲁嬷嬷心口余温未散，田宝立刻将一粒护心丸喂进她嘴里，其后把鲁嬷嬷收进空间，把她放在空间老梨树下，能让她一直保持此刻的状态，护住她心口余温不散。等护心丸释出药效，或许能给鲁嬷嬷换来一线生机。嬷嬷上哪去了？你真的能救她吗？嬷嬷在哪儿不能说，就像我怎么救的你们也不能说，明白吗？我懂了，天机不可泄露。明白，我明白，我们都明白。天宝，我们信你，不管多久，我们都等着鲁嬷嬷回来。苏姑娘对我白马族大恩大德，我等永世不忘。日后但有差遣，愿为姑娘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事情尘埃落定。皇上，这是原本绑在乔奴手上的绳子，这上面有被啃咬的痕迹，他应该就是凭此脱困偷袭的。虫子咬的，所以他一开始故意挣扎怒骂，为的其实是吸引大家的注意力，给乔奴打掩护。只可惜本以为乔奴脱困后能救他离开，却不想乔奴反而是他的催命符。白云认同他的说法。罗马叔叔曾经提及过连翘的过往，他犯了情戒后得了万人助力，才得以继续任圣女之位。乔奴应该就是那人留在他身边的高手。如此说来，连翘死的时候嘴里唤的六郎便是藏在他身后的人。可惜他将那人看得重过一切，不惜为其伤天害理，然在那人眼中，他却不过是一枚随时可弃的棋子罢了。乔奴之所以这时候杀连翘，是怕他吐露主子的秘密，藏在背后的人定然非富即贵，所用势力也极为庞大。连翘唤他六郎，要么他名字里有个六字，要么于家族排行第6。等出去后，我立刻着人调查各国皇室成员。离开白马族的时候，已经是开始冰雪消融的3月了。烟霞关内还是上回住的小客栈，1楼大堂里4人一桌，上了酒菜。小二哥，没看错，就是我们，又见面了。店小二讪笑。对了，我们刚从羌族回来，不知道待会儿肚子里会不会爬出虫子。小儿得罪你了，开个小玩笑罢了。这店小二挺有意思，就是胆子小了些，无妨多笑笑。等毒爷爷收到信息找来，届时你想笑也笑不出来了。田宝，别喊，救不了你，我自己也悬。3人窝在白玉房里，空留岛某座茶楼。独老，今儿什么事儿啊？这么高兴？我小孙女马上就要回家了，老子高兴。哎呀，今天是最后一次在这里喝茶了，诸位再见之日遥遥无期，就此别过了啊！独老，你这是马上就要走了呀？你说的小孙女可是苏九妮哦？你也知道我的小孙女啊？来，多跟老头说说，当初啊，我家田宝要来空留岛给我出气，怕我回到这个破地儿心里不痛快，愣是没带上我。老头少看了好多热闹啊！你小孙女可厉害了，当日新毒王赛，他用1粒消毒丸让所有参赛者都甘拜下风，不愧是毒老教导出来的。要不是有他，现在咱们还对你误会颇深呢。不聊了，老头要回家了，看到了吗？吴家老太君闻着味儿追来了。吴家自被赶出空留岛，家族分崩离析，疯的疯，跑的跑，剩下的也只能蜗居在那外岛破院里，靠着变卖以前攒下的一点家底过活，早就撑不住了。那个老太婆养尊处优过了好几十年好日子，哪里还能吃得了苦啊？知道能让她膝下的好儿子来了空留岛，她当然坐不住了。真是不知道她哪来的脸，这个时候还想拿捏毒老头。嗨，这是人家的家事，咱们看个热闹就行了，管老太婆如何作妖呢？我倒是期待她再干出点什么大事出来，到时候看苏九你怎么收拾她。老头冲出茶楼，回暂住的客栈，捞起行囊就往码头方向冲。这个发带老头买了，给我挑最好的一对。哟，杜老，这发带是给女孩用的发饰，买给您小孙女的吧？我们家田宝啊，喜欢绑高马尾，戴红发带好看。
他小时候也绑过红发带，脑门上顶着2个小揪揪，老漂亮了，跟年画娃娃似的。哎，杜郎，这钱我可真收了啊！当然要收了，一对发带老头都抢，那我孙女儿多没面子呀！我告诉你们啊，别看老头打扮低调不起眼，老头有钱。独不亲三角眼眯起，回头，瑶儿，你别走，你还在恨为娘吗？独不亲充耳不闻。哎，杜郎，那老太太哭了，你知道她是为啥哭？急的呗。你躲了为娘这么多天，停下来，让娘跟你好好说句话，道个歉成吗？幺儿什么幺儿？一把年纪，老眼昏花了。老夫独不亲，敢问你家幺儿姓甚名谁？瑶儿，你也是我生下来的，是巫家人呐。哦，是吗？那你说说，我既是巫家人，名字叫巫什么来着？不用转鬼主意了，老子跟你们巫家没关系。爷爷走也。大越边境，刚刚拿到从邻国收集来的蛊虫相关卷宗的白晓峰，给各国境内暗点又下了几条命令之后，握着把玉扇就返程，连行囊都懒得收拾了。某处书院，苏文抱着在书院里摘抄到的东西认认真真打包好，匆匆跟学院夫子道了个别，也拔脚走人。龙蛇混杂的市井茶寮，苏武把众江湖知己帮忙找来的各种祖传典籍一股脑收进囊中，道歉后急不可耐离开。同一时间，某座豪华皇室宅院后花园繁花似锦，春光大好，灵湖水榭莺声燕语，数位美娇娘手执团扇，轻声谈笑间，视线皆落在水榭外挽弓射箭的男子身上。王爷这手剑术不愧当朝第一，回回都能正中靶心。王爷不仅剑术第一，武功身手在朝也是无人能及。当年为了抵御外敌，振奋我朝兵将士气，王爷曾亲自上战场领兵，可是无一败绩的。你们到朝中那些大臣，如何会对王爷这般拥护？自是以实力服众。王爷，乔奴死了。男子从随侍手中接过帕子，垂眸拭手，容色淡漠。连翘也死了。是的，乔奴出的手，整个羌族部落除了白马族幸免于难，其余全部葬身雪崩。连翘在鲁嬷嬷身上中了同命蛊，他死了，鲁嬷嬷定也活不了。把他的尸首找出来毁掉，以防万一。王爷恕罪，我们安置在外监视的人听到动静之后赶过去，已经晚了一步。鲁嬷嬷的尸体寻不着，白马族是如何躲过雪崩的，也未能查出来。把安插在那边的人换掉，这等失职再有下次，本王便将你换了。是，王爷。苏九妮跟白玉已经离开羌族，在回城路上，大越皇帝玄景也在。另外，独不亲、白晓峰跟大胡子等人得知他回城的消息后，也各自赶往流放之地。现在他们各自分开，正是下手的好时机。只要将他们斩杀了，必能给苏九妮重创。本王想要的东西，他们还没帮本王找到呢。不着急，想要刺激苏九妮蛊毒发作，不是非要将那几个人都杀了，只要他们生死不明的消息传到苏九妮耳中即可。效果都是一样的。重情就是苏九妮的软肋。去酒楼找小美人儿。公子哥视线在田宝跟冰儿脸上一个来回，眼光大亮。2个小美人儿。白玉走在最前头，抛了一锭银给掌柜，继续往外上马车。公子哥出场只来得及说一句话，其后便飞到大街对面昏死过去了。4人上车，影卫于暗处随行，很快扬长而去。这不是知州家小公子吗？那几个人没看出来呀，竟然是块铁板。这下有好戏看了。等小公子醒了回去告个状，那几人也能跑得了？不是，你们不觉得刚才踢人的青年公子有点眼熟吗？还有那个绑着高马尾的小姑娘也甚是眼熟啊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以前贴在城墙的9国通缉令啊，他们是通缉令上的凶徒啊。姐姐，那个人会死吗？不会，睡会就醒了。哥哥为什么要踹他？他夸我跟姐姐是小美人儿，他长得欠揍。冰儿在车上左右无聊，帮你田宝姐姐认认字。田宝，把羊皮卷拿出来。冰儿念，那冰儿念了。田宝姐姐，你听好哦，要是有不懂的，都可以问冰儿。来，
你们俩念给我听呀！我以为你们俩认字儿呢。寻缠魂丝，浸泡入以湿腐肉，附蛇涎所致毒液，以丝一端入体，可清除患毒。剂量、时长、效用待佐证，为治标不治本之下策。吞服毒龙沙，以杀之障毒攻患毒，恐此消彼长，另有损伤，需要严控杀毒用量，辅以解杀毒之法用更稳妥。世间有虫名不鱼，取其虫卵孵化，以血丝流虫喂养，待不鱼长成，埋入体内，使不鱼吞噬血丝流虫残体，再将不鱼引出体外，蛊毒即解。此法古籍记载仅一笔，不知此虫产于何地，是否当真存有，上策渺茫。姐姐你别担心，碧儿认字，我们还可以继续找羌族古籍，我都能给姐姐念出来的，全部的字我都会认，我也会努力救姐姐的。乖冰儿，我们都相信你，给姐姐解蛊解毒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，我们一块努力。你跟田宝姐姐还是相处的时间太短了，她若是露出什么情绪，绝对不会愁自己，只会愁别人，比如愁用什么方法揍人更痛快，或者愁怎么整治人才能更干净利落，愁没架打，愁鬼见愁，什么都能愁，就是不会愁自己。看见了吗？姐姐现在就愁，要不要让他俩也愁一愁？姐姐，那你刚才在愁什么呀？刚才没愁，就是有点想婆婆了。进入古道之后，上次来这里是冬日，到处覆盖白雪，枯木成林，不同时节所见风光真是大不相同。那次在古道偶遇，我本来是带了人来剿匪的，没成想会正好看到师姐在枯林里演戏，别后重逢，彼时心结了些，出手把那些人给解决了。师姐瞪着我就说了个滚字，哎，委屈死了。你跟小时候变化太大，当时没认出你来。哎什么哎，在师姐这里装可怜可没用啊。魏林，你耍阴招，你等着呢。回宫前，他要好好享受一番。姐姐，哥哥他们跑远了，我们快跟上。走。此时，满载银两的马车队终于引来了窥探的敌人。这么多人，主子还没来，要是打起来，我们动不动手啊？影七发愁，自然要打，只要把他们打服了，谁打都一样，总不能我们挨揍。可是苏姑娘想玩，我们要是把人给打趴下了，主子怪罪下来谁担？其余众影卫谁都不肯吭声了。先拖，等苏姑娘来了再闪。死到临头了还有胆笑，笑你老子呢！马上就有你们哭的了。兄弟们，上！老子看过了，6辆马车上满满当当的全是真金白银，丑话说在前头，能拿多少，大家伙各凭本事。这次要发一笔财了，11封的兄弟们上！7封的动手，19封的抢银子，揣进怀里就是你的，冲啊！古道那边蜿蜒小道上，一匹白马出现，其后又有2匹马跟班入场。我瞧着后面那女的怎么有点眼熟呢？高马尾，3年前在古道杀疯了那个女娃娃，也是绑的高马尾，就是脸长得不一样啊！操，快走啊！9国通缉令上的，我日他大爷的！多一丝犹豫都没有，立刻作鸟兽散。等3匹马到得近前，人已经差不多跑光了。诸位好汉，姑奶奶，小的什么都没干，放过我吧。也不厉害，要不我求求你，把你那些兄弟们叫回来行不行？33封遍及古道2侧方圆10数里，经此一下，汉妃跑了回去，很难再把他们全部引出来。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由你们去办吧。白玉提议将他们冲入军营，确实不失为一个好方法。如此一来，既可清理33寨，又能给军营增添兵力。我身边有2个人见人躲的大人物，寻常宵小不敢近身，到了流放之地更是安全。你们把事情办完了，再去土北村复命，届时走12码头运船返京。好汉，女侠，放过我们吧！我等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道这些银子原来是你们的。咱们几个的命不值钱，沙子还脏了你们的剑不是？与其浪费时间在这里与我们为难，不如想办法去救一救你们自己人。流放地出来的另外几个人物都在各处被高手围杀了。我今日入城听到的风声，独不清跟白晓峰身首异处，大胡子跟个小子被人轰了正在河上航行的运船，落水之后不知所踪，生死未卜。你们不是一块被9国通缉的吗？难道只管自己逃脱，竟然不理会同伴死活了？你说什么？再说一次。天宝，说就说，你们不是能耐吗？有能耐就去找那些高手替你们自己人报仇，一身功夫来杀我们这些土匪，岂非大材小用？原来你们竟然还不知道。
独不清被人用铁索捆住，五马分尸了。白晓峰死于自己研制的千机弩，大胡子跟他干儿子玩水的淹死在了水里，还有其他的几个全都没有好下场。虽然不知道你们几个为什么安然无恙，但是别着急，马上就轮到你们了。不只是你们，就连你们的老巢土北村也别想安好，救国动真格的了。瘫坐在他周围的其余悍匪被气得两眼一黑，只想撅过去。你是哪来的奸细？要死你自己死！拿老子当垫背的，老子把你碎尸万段，刨你祖坟，挖你先祖白骨出来鞭尸！白玉看着枣红马上眼睛红得骇人的少女，天宝，你别信那人的话，这是陷阱！天宝，你冷静下来，你素来聪明，肯定知道这是敌人设下的圈套。我们刚刚才从城里回来，什么消息都没有听到。一个古道上的土匪，怎么可能消息比忘却楼还要灵通啊？天宝，眼前的田宝与以往全然不同，那双血红的眼睛，而脸色白得透明。姐姐，田宝听不到，眼前是一片血红，他好疼，钻心的疼，假的，是假的。天宝，姐姐！田宝身子软软向后倒。天宝！田宝撑开眼皮子，别喊了。天宝，那些消息肯定是假的，你素来聪明，为何要信？我知道很可能是假的，可我还是很愤怒。我们先离开这里，回去再说。说不定独爷爷跟干爹他们已经在家里等着我们了。白玉、卫离，和尚庙和道士观是不是有那什么静心经？回头给我找2本，我念念经，兴许有用。原来师姐也会说笑话，要什么静心经啊？你直接念金刚经得了，少爷兴许还真能少操一回心。行，一并找来。姐姐，白哥哥跟魏哥哥还在生气，不是生气，是自责，说是他们出事我帮不上忙，我也会这般。风声将少女的话吹到后方，两个青年脸上有片刻怔忪，其后脸色渐渐柔软。田宝什么都懂，他的心其实比谁都细腻，所以素来寡言的人将心里话说了出来，用这样的方式安慰他们。金乌西沉，天边绚丽云层渐退。姓白的，你的消息到底准不准呢？田宝今天真的能赶回到边城？喂，你是不是拿假消息糊弄爷爷了啊？你瞅瞅，这天都快要黑了，我田宝的影儿在哪儿啊？你跟我说说。你要觉得是假消息，还待在这里做甚？先回土北村好了。呸！你一撅屁股，爷爷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。想诓爷爷先走人，我就要在这儿等着了。要不田宝回来看到大家伙都在，就他不在，岂不要以为爷爷不疼他了？大胡子一言不发，看热闹相当有兴致，只要不是把茬儿找到他头上，跟前这几个谁打起来他都高兴。对了，独爷爷、长东叔叔，你们回来的路上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流言啊？什么流言？我跟干爹回来的时候，在江城附近的码头停靠的时候听来的，有流言说啊，咱们几个都死翘翘了。我听到的时候啊，都没笑死。怎么没听说过？我初一听脑子里只有4个字：世风日下。那些歹人说谎不要脸啊！你们都听过，怎么就我不知道啊？是哪个蠢货把白日梦说出来的？各位长辈评评理，此流言可是离大谱，为何只有你们几个有死法？重武轻文，文人不配拥有姓名吗？重武，那老子的死法必须是威武霸气。大哥，你快说说我是怎么死的？大家伙都死了，不可能唯独漏了小爷啊！几人合力摁着苏武锤，数他最没脑。独老头听完苏安说完，脸色就已经变了。放开！我要去找田宝。白小凤，你不是说田宝走雨都古道回来吗？我去古道寻他。乱什么？这么离谱的谣言我们都不信，田宝能信啊？你懂个屁呀！知道真假和有没有受到刺激不是一回事儿，万一呢？没有万一，田宝定会好好回来的。喝口茶，静静心，坐在这里等田宝回来会合。这个时候你真要跑出去了，可能反而会跟田宝走岔了。便是真有个万一，你去了顶什么用？你会驱蛊还是会解蛊毒啊？活到老学到老，等田宝回来了，你去学完蛊吧。白小凤这孙子专戳爷爷肺管子。呵，你喝撑了，田宝就回来了。宝儿，咱们出去玩一趟，顺点好东西就算了，你怎么还往家里捡人了呢？杜爷爷，他叫鲁冰儿，以后住咱家，具体的边走边说。来接我们的不止您跟大胡子叔叔吧？姐姐，那是我3个哥哥，以后也是你的哥哥。他们好热闹，好好玩。今日起，热闹好玩都有你一份。里头一桌新的茶水点心，还加上好些鲜果跟小菜。这里不用伺候了，摇扇子的退下吧。坐着做甚呢？要打赏。田宝，这2个要饭的是你给本座招来的？田宝刚进门，脑袋就疼。杜爷爷、干爹、大胡子叔叔，要不我跟田宝先到隔壁重新点一桌吃的？你们这小厮啊，要饭的，这解决完了咱们再过来。闭嘴，坐下。卫离扶额，这种场面每天都有，看着看着就习惯了。幸亥时，流放地各大小魔星集体出城，返回老巢。流放地的夜空格外美，银月繁星，坠在天幕
似触手可及。干爹，你呀还是不明白，你懂得爱惜自己的时候，方是爱惜疼你的人。疼不疼啊？不疼。那傻丫头，疼了是可以说出来的，你逞强不说的话，他们会更难过的。明日忘却楼剧议事，你说聚就聚啊！爷爷要是去了，岂不是很没面子？后日再说。老子先回去看看行程，有空再考虑给不给你面子。哎呀，嘴硬的唯一好处就是现在出了口恶气，但是明日必定鼻青脸肿，还是自己打的。小师弟，你该回家了。感情这家伙把他赶回宫的仇一直记着呢。清晨，左老婆子坐在猪肉摊旁，面前篮子里的青菜是早上在菜园子里刚摘的，新鲜水灵。是昨晚上回来的，你们都听到动静了。哎呀，这几个小贼回来可闹腾了，一路上舟车劳顿的，这不一大早上就睡沉了。我没叫他们起来，让他们多睡一会儿。这几个小兔崽子见天地的，也不知道在外面忙活什么东西。老妇人的豁达引得大家伙笑纷纷的。新话题聊得也更起劲儿。忘却楼3楼，除了独步亲跟孩子们，流放地3个势力头领也齐聚在此，连霍子恒都来了。羌族是外族，关内有关于外族的秘术，记载的还是太过稀少了。我倾尽忘却楼之力，在周边各国尽力搜索，寻得的东西也仅仅只有绢布跟羊皮卷上的记载，稍稍有用，实则上面关于蛊虫的解释。这些东西收集来的时候，你们可都一一瞧过了，仔细翻找翻找，或许能找到些有用的线索也未定。独步亲立刻在自己寻回的一堆世家珍藏孤本里抽书翻阅，苏文也二话不说，拿起书籍就一张张的翻。其他人也没闲着，人手一本，在白晓峰的居室里展开了读书大会。祖传古籍之打虎神功，谁弄来的？打虎跟蛊虫有半文钱关系啊？杂耍之驯猴要领，这与不愚虫18竿子能打得着吗？别攀比，我给你们看个更离谱的，家传致富经之敲珠，这种东西不用吴小子平时最不靠谱，没想到这次立下头功的反而是他呀！刚才让你受委屈了啊！白伯伯给你奖赏，想要什么尽管开口啊！白伯伯，别的奖赏我就不要了，私人恩怨得立马解决。来，轮到你们死了！须臾，角落里再次传来拳打脚踢声，哀嚎震天。说你光长个子不长脑子，你还不服？见不见？非要哥哥揍你！小五啊，这事不能怪师弟我，先撩者贱，要记住教训，快快长大。我就是个凑热闹的。蜀道之难，难于登天，且地域范围绵延千里，道中处处剑山峻岭，栈道天梯。起行前着人探路，准备充分再往前行。在此之前，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做。何事？这些年几个孩子在外时常闹得天翻地覆，能力越发惹人忌惮，已经成为9国掌权者皆欲除之而后快的第一目标。姐姐，你得空了，快来帮我跟边上掏鸟窝。枣树上有个鸟窝4个蛋呢。4岁爬树的时候就跟猴一样利索了，掏个鸟窝还要喊田宝帮忙，羞不羞啊？要你管！小麦穗，等鸟生第5个蛋再喊你田宝姐姐。爷爷这正事儿没忙完呢，田宝快来验药，药房里的药杵都长毛了。阿爷阿奶，爹娘，二叔二婶，姑姑，咱家还要多个人。苏家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，半空凭空掉下个人来，脖子咔咔往左右转了2下。老大老二啊，待会儿把独老的屋子也扩一扩。小安、小文、小武画地基，魏离继续刨土。白玉身形一闪，缩回烟熏雾缭的灶房了。嗨，我家里有多的新铺盖，这下能用得上了。他叫苏望白。等隔壁新房间搭建好了，苏望白也有了个自己的窝，崭新的木床，崭新的蚊帐、铺盖、被褥。苏望白在房里木愣愣站了很久，其后走到床边，以极缓慢的动作一点一点坐上去，一点一点躺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他好像曾这样睡过。白府书房里的书被白玉清掉了一半，白衣青年负手站在沙盘前，视线缓缓掠过各国所在。管家，找白猿，让他传令下去，继续给我找藏书，要500本啊，不，1000本。主子爷，要不再把隔壁空出来，重新整个书房，您个人用的。要不万一哪天少爷要用整个书房，您所有藏书都得不保呀。去办。是，这等琐事交给奴才，保管给主子爷，办得妥妥帖帖的。玉儿，你真的要这么做吗？有何不可？行，
反正你想做什么，你老子爹是管不了你的。想好挑哪根狗骨头了？上位再挑。9国纵横中原，其中的5个小国以依附4大国而生，言一行全都看大国的眼色行事，其一举一动皆在依附国监视之内。他们当中若有人起了什么野心，是绝对瞒不住的。所以有能力挖名帖、炮制活死人、瞒过诸斗耳目，让羌族为之所用的人，不太可能是5小国。至于大戎，自从归一阁被挑后，归一阁普置落在我们手里，忘却楼就取代了归一阁，设在各地的暗桩。大戎若有异动，绝对逃不过干爹的眼睛。就是说，算计田宝的人有极大的可能是出自4、3个大国，是4个。西陵从未参与过这些纷争，9国通缉令也没有西陵的手笔。儿子，这西陵就不用算在内了吧？何必给自己平白多招惹一个强敌呢？老头子，狼可从来不会说自己是狼，你焉知对方是敌是友？这万一冤枉错了，指不定这西陵是助力呢。助力皆可用，阻力皆可除。儿子，爹，你今日耐心好像特别足，竟然陪我看了半天沙堆。也只能生儿子，啥意思啊？再生个闺女也不会有田宝姐姐好，我怕给您再气一回。我田宝姐姐是独一无二的。臭丫头！不过闺女也没说错，田宝确实是独一无二的。一场对弈酣畅淋漓，学生们还是输了先生一招。12影卫就候在村口瘴气林外，魏离该走了。苏老婆子把家里晒的菜干、腌的酸菜装了不少塞进行囊，农家特有的大叶茶叶也给放了一大包。给你新制的衣裳就不让你带去了啊，放家里，什么时候回来都有的替换。阿爷阿奶，有空我就会回来。啥时候想回来都行，也不用记挂我们身子骨都硬朗着呢。走吧，走吧。行了，阿离，别磨蹭了。你这一次离宫出走的时日不短了吧？国事要比家事重要，咱们大越老百姓能不能安居乐业，可就全靠你了。回去好好干啊！啥好好干呀？整得跟阿离是去打长工似的。阿离一定要好好干啊！刘月兰跟苏秀儿双双符合。娘，你看什么呀？眼睛冒绿光，跟狼看肉似的。什么狼看肉？小吉是卖菜卖包子的，几户家里有闺女待嫁，养我给他们闺女做媒。做媒你找别家小子去，别在我几个师兄身上打主意。他们在江湖上混了那么多年了，寻常家的姑娘不适合他们。魏离是皇上，农家女不可能当皇后，这个先就不用想。白玉就更甭想了，除了我田宝姐姐，没人能镇得住她。我猜她要跟长东叔一样孤独终老。至于苏家3个哥哥，苏安肯定要找会拨算盘会守财的，苏文对文人风骨外披魔怔了，媳妇也定要知书达理识文断字才成。还有个苏武，他喜欢拳头硬的。你一小丫头片子，倒是比你老娘还有懂行的。那是自然，我好歹有爹3分脑子，你是1分没成到啊！你要是有你田宝姐姐2、3分可人，老娘能乐上天。那娘您只能烧香拜佛，下辈子再生个让您乐上天的啦。这辈子甭生了，要生。周边列强看着这块肥肉，可还会如以往那般忌惮不敢妄动？只要强国不敢赌，就得被我们推上虎背。现在再来说说如何挑选下手目标。4国在中原的分布，西陵位于西北面，与小国云秦相靠，无可争之地。南桑在中原最南端，与海为邻，近我大越。南桑想要进入中原腹地，须得穿行大越。同样的，其他各国想去南桑，也得跟大越借道。一旦纷争闹起来，不管大越掺不掺和，都脱不开干系。是以在南桑挖谷，亦不可取。北壤虽然地处中原中心，四通八达，但是北壤又分别依附于其他的丰兰、龙源、临江、商被包围，力量凝聚过于庞大，也不是最好的下手目标。最后东蒲，学生们听得认真，眼睛眨也不眨的等着听先生下文。师傅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继续往下说呀！一壶茶水都快喝光了，您再喝就得跑茅房了。其余学生睁着眼目不斜视，心头暗赞一声说得好。苏武这回出头鸟当的太合大伙心意了。你身边坐的全都是比你有心眼的，知道他们为何不遂为师吗？刚才不知道，现在知道了。他旁边坐的呀，全是虚假兄弟，情比纸还薄。东蒲西境与北壤接壤，东南境正好毗邻大戎，而蜀道又正好在这3国交界中心，以绵延千里的纵线将3国隔开，是3个国家防备彼此的天然防线。最重要的是，蜀道的归属
在各国间一直存有争议。东蒲、北壤、大戎都想将蜀道归于本国版图，此行你们要去那儿，各国也会在那儿布陷阱，那就在蜀道动手吧。各国不是一直在追寻神兵吗？让他们发现神兵可能就在蜀道，恰好你姐姐，这次你一定要带我一块儿去。以前你5岁半就出去闯荡江湖，为什么我不可以？我马上就10岁了，你一次都没带人家出去玩。你要是还不带我，我真生气了。小麦穗，真生你的气了。冰儿快，咱俩一块儿哭。我跟师父师母商量商量。姐姐，那可说好了，我这就回去收拾行囊。我只是说商量。哎呀，这些小兔崽子们刚回来1个月，转眼又要出远门了。我瞅着这回小麦穗儿也要跟着一道去，还有望白肯定也得跟着填饱。一个个的回来总闹腾的不行，他们出去了，咱耳根子才能清清。灶房里另外3个年岁更轻的妇人们相视抿笑，无奈得很。爹又在说反话了。苏大苏二家庭地位低，兄弟俩被迫蹲在灶前烧火，被热气蒸得满头的汗珠。爹娘，这不是还有我们哥俩在呢吗？你们要是喜欢热闹，咱们哥俩能给你们唱大戏；你们要是想要清静啊，咱们立马闭上嘴巴。老大算说的对，要是还想不够热闹，把小小跟川子他们拽家里来，一人一句话就能闹翻屋顶。准备开饭了，填饱他们明天启程，今晚大家伙吃顿丰盛的。我去搬桌子，大嫂，你帮把平时上香的香炉拿出来。我去拿香烛。饭桌就摆在院子里，苏望白被摁在香炉后的小凳子上。望白啊，这是炖鸡，鸡肉滑嫩不柴，味道清淡好吃。这是鱼，我的拿手好菜，闻得到吗？香不香？还有啊，这是独老最爱吃的干锅兔肉，这东西大热天的吃多了容易上火，所以独老每到这个时候兜里都常备下火丸。还有这个，咱自家腌的咸菜，配着清粥吃简直一绝，咸酸香。这个是屋子后头菜园子种的青菜，鲜嫩爽口。饭桌上所有的菜色都往苏望白面前亮了相。知道你不能吃饭，但是践行嘛，一家子得整整齐齐的，不能落了你不是。所以这顿啊，咱们吃饭，你吃香火。望白，你别觉得咱寒碜，这是我跟老大想了好久想出来的办法。我跟你说，吃香火也是有门道的，这些都是上了天做神仙的人才能吃到的。不信你下次回来，我带你去寺庙转转，庙里的菩萨佛祖吃的都是咱们老百姓供奉的香火。独不亲牙齿一颗，咬上兔肉骨头，差点把老牙给崩了。苏家人的脑子都长得格外奇葩，你们觉不觉得简直太聪明了？老头竟然没想到苏望白还能吃香火。宝，以后出门身上带几炷香，咱们天天把苏望白喂得饱饱的。老头担保不到1天，他就能全身都是香火味儿，立马吃立马放，打着转的来回，遍体生香啊！苏望白吃了一顿香火，眼珠子始终在僵凝状态。田宝，小麦穗我可交给你了，你一定要把它给带回来啊！一定，娘放心，我不会让你跟爹无儿养老的。你就不能说点吉利的吗？呸！爹，把娘好好带回家，再见。臭丫头，等会儿，娘话还没有说完呢，你听我再交代几句。苏安，开船，快开船！再不走，我娘就要跳上来了。哎呀，或是抽噎便抽搐，他当初简直魔怔了要生女儿，等船不见了。女儿啊，你一定要回来呀！遇上坏人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找你姐姐，找不到姐姐就先逃，保住小命要紧。你要是死在外头，娘也不活了。霍子恒抬眸看着运船消失的方向，眸色悠远，轻轻叹了一声。女儿长这么大头次离家，离开他跟阿贤，身为爹爹他怎么可能不担心呢？可是女儿是霍家的子孙，即便他愿意平凡，他人却未必肯放过他。女儿也要长大。船起航后，小麦穗悄摸摸地趴在床尾位置。别难过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姐姐，我终于能跟你们一块出来玩了，开心死我了。看看我说什么来着，小师妹啊就是个没心没肺的，她怎么可能会难过啊？就连太阳啊都要被她闪没了。这么笃定，你还趴在那儿看了这么久，你自己都不信。老子趴在那儿是防备她哭，呜呜的嚎声你们是没听够咋的？这船上可没地儿躲。胡说八道，
小师妹善良可爱，便是哭也是极其好听的，如何说出个躲字来？苏武又在我背后说我坏话，出来，姑奶奶要跟你单挑。三大势力头目齐聚土北村，孩子们前往蜀道的消息不出半月会传到各国手中，我们也要早做准备了。待9国从乱象中醒过神来，流放地就会成为众矢之的的。他们敢来，老子就敢打。那可不成啊！光会动拳头是为莽夫，打是肯定要打的，但是呢，得用让对手最痛的方法打。等皮外伤变成切身之痛，9国此前的忌惮就不会再是忌惮，势必要将田宝置于死地。苏家灶房里，苏秀儿坐在灶前烧火，灶上小锅里煮着解酒茶。你呀，就是爱操心的命。老男人聚一块不喝到醉死是不罢休的，让他们醉去呗，晚上吐吧吐吧就能醒酒了，费这心做甚？左右有空煮一壶解酒茶不费事的，待会儿贤姐姐给先生也端一碗回去，喝了解酒茶，明儿起来不会头疼。行，给我倒一碗大的。好，这些年在土北山的日子越过越顺心，他又跟着独老打下手，整个人气质变化极大。这么好的女人，当初嫁到那户人家真是瞎了眼了，不是，是那家人瞎了眼了。这么好的女人都不懂珍惜。秀儿，你现在年岁也不是很大，你要是有成家的想法跟我说，老娘把整个流放地儿翻遍了，也定给你找个最好的。锅里茶水开了，贤姐你可别，我没有要再嫁人的想法，现在这样的日子我觉得很好。他很喜欢现在这样的生活，也很满足。胡帮主，醒醒，先把解酒茶喝了再睡。大胡子没动，似睡着了一般。我给你的令牌一次未用过。土北村日子安宁，我一无所求，令牌给我无甚用处。胡帮主且把这碗茶喝了吧，能缓解酒醉跟头疼。苏秀儿，我们认识的有10年了吗？应是有了。你今年多大了？30有5。是吗？我比你年长了许多。这句话说完，男子便起了鼾声，像是真的睡着了。苏秀儿收起空碗，放轻脚步离开。天气越来越热。王爷，自从南宫青羽登基后，就再也没有流放犯送入流放之地，是以我们的人无法借机混进去。此次苏九泥等人启程蜀道，属下安探流放之地时，还发现流放地外围多了4道防线，将整个腹地守得密不透风。因为有4道防线防守，你无法潜入，所以苏九泥等人出发蜀道，你竟在数日之后才得到的确切消息。是，王爷恕罪。起来吧，其他各国派出去监视的探子不比你好多少。4道防线，除了白甲、12码头以及望阙楼，另外的1道防线应该是南宫青羽设下的，他们皆比我以为的更要看重苏九泥。王爷，接下来我们当如何？苏九泥一行再有几日就要抵达蜀道，可要立即动手？不，只要有苏九泥在，单以力敌，我们是绝无胜算的，只会平白折损人手。况且本王也不想他现在就死了，以免事情脱离掌控。此行我们只需先探出他们去蜀道的目的，加以破坏，让他们的目的无法达成即可。男子微合双目靠在椅背上，传令蜀道暗探，盯紧苏九泥一行，见机行事。是。这时书房外小花园传来吵嚷声，男子嗓门大大咧咧，毫不客气。莫北娃，快出来，老夫来找你切磋来了。快出来，这次老夫定不会输给你。暗探身影即消失在房内，他起身走出书房，双手负背离了书房。田宝对着那双黑黢黢的眼睛，掌心一翻，出现一条2指大小的活鱼，递到苏望白嘴边。是吗？小鱼收回去，掏出药田里刚拔的药苗。是吗？药苗收回去，捏一条扭成麻花的蛇。是吗？苏望白面无表情转身，拿屁股对着他。田宝，你逗人就逗人，别拿药苗开玩笑啊！药苗长大了就是一颗好药材。苏望白不会说话，不会笑，能跟你玩啥呀？你逗他作甚？苏望白会生气了。杜爷爷，你没见过苏望白最开始的样子，一开始他就是个只会打架的木头人。天宝，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田宝嗯了一声，确实有发现。当初空间能把苏望白收进去，说明苏望白是个切切实实的死人，但是望白绝对没有人才有的意识，又怎么可能会有活人的情绪呢？这便是异样。杜爷爷，你退远点。作甚？做个试验。田宝抿笑，手指动了动，空间里多了个空土坑，船舱里多了个活死人。活死人掉落甲板后正面田宝，下一瞬就翻身而起，直往田宝扑去。苏望白飞起就是一脚，砰的巨响，活死人被踹得倒飞，破船舱而出，狠狠砸上船沿扶栏。田宝，
你怎么又莽了？这是能开玩笑的吗？那玩意儿要是把船砸烂了，咱们就得游着去蜀道了。活死人不长心。苏望白缓缓转身，黑黢黢的眼睛跟着转过来，悠悠地盯着他。苏望白也没长心，铁皮里是空的。我不是骂你。苏望白面无表情，脚下狠狠一跺，甲板皲裂。天宝，天宝很冤枉的，一直匀速前进的运船在河上开始一骑绝尘。接下来几天，船上的人时时刻刻活在船只随时解体、他们随时坠河的煎熬之中，鸡飞狗跳。姐姐，那什么活死人，下次别乱放出来了，很吓宝宝的。找了镇上建的最高的客栈歇脚，缓一缓2个多月行船的疲惫。姐姐，这里是北乡、临江跟大荣交界，加上咱大岳，算得是4国交界了吧？怪不得街上那么多穿不同服饰的人，这里定然很热闹。小麦穗坐在长凳上，不断扭头往客栈门外看，喜滋滋的。出来闯江湖，奔的就是热闹来的。哼，热闹是热闹，但是你凑不上。夸你3脚猫功夫都是抬举你是2脚猫。哼，臭老头，我辫子厉害着呢。没人比的时候你第一，但凡有个人冒出来，你就是第2。一老一少又开始斗上了。从我们上岸开始，就有人一路盯着了。想好怎么玩了吗？让他们盯，我们边玩边走，先摸清地形。那些人没有弄清楚我们的目的前，不会轻易动手。只要他不急，急的就是别人。还有，这里人多眼杂，有话找没人的地儿再说。睡房没外人，晚上我去找你啊，天宝。天宝缓缓侧眸，怪怪的，有点风骚。边界的小镇地方小，却一直热热闹闹的。到了晚上，街上喧嚣声也仅仅只是弱了些许。毒老头跟仨小子俩小姑娘吃饱喝足后回房间就呼呼大睡。夜色渐浓时，我以为你会翻窗。不是你说人多眼杂吗？我要是翻窗进来，落在外人眼里跟寻你幽会似的，还不如光明正大叩门而入。咱得堂堂正正，师出有名。说正事。蜀道剑山峻岭绵延千里，光是山头就有上千座，十里一天险，要找到我们想找到的东西不容易。我建议从最高最险的山开始着手，撞撞运气。若是那里没有，再往两边各个山峰散开去找。你是说天峰山？那是蜀道第1险峰，毒爷爷跟小麦穗儿、冰儿不适合上去。不用他们涉险，我跟你去啊，天宝。你行吗？我很行的。到时候见真章，在此之前先办要事，不然把毒爷爷他们放山下，我一样不放心。9国得先乱。自然，否则我也不安心。要是毒爷他们出什么事儿，田宝绝对好不了。小安子，别让你小师弟太为难，让他尝尝拳打脚踢，免得他过于愧疚。小子们扑成一团，小麦穗儿跟冰儿笑得东倒西歪。山顶是真冷啊，姐姐，咱好歹还有个火堆被子取暖。那些躲在树干背后盯梢的人，你说他们图啥？打不过咱又不丢人，何苦冻死自个儿？嗨呀，他们脑袋上肯定结冰渣了。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来查探我们来此的目的的，可以不动手，但是绝对不能跟丢。太阳爬上山头，他们来了1个月了，已经扫了4条道，我们根本就守不住。而且苏九泥一行还变本加厉，现在连盯梢的人都不留活口。金牛道大荣驻扎营地，至今为止，我们设下的陷阱全无作用，强行与对方硬拼，更是枉送性命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立刻给主子传信，再行请示。另外给其余诸国传递消息，要他们到口亭一聚，有要事相商。道口亭在蜀道腹地岔道口，5国人马齐聚在此。苏九泥一行动作太快，9国一下去了4国，不能再硬拼了。大荣的先开口说话。眼下形势诸位都很清楚，只要有苏九泥在，我们做的这一切都是无用功。我建议暂时只盯梢监视，先不做别的动作。南桑领将皱眉，若是如此的话，我们就更拦不了苏九泥了。明知道他来此定然跟他身上的蛊毒有关，难道我们来此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，什么都不做，任由他把蛊毒给解了？到那个时候9国更得头疼。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你们倒说说当如何是好。总之我是一筹莫展了。东蒲来人压不住的暴躁，北乡领头人眸星微动。莫统领，你可有好的建议？几位都是强国来人，论国力论实力，诸位都在莫某之上，你们尚且头疼，我哪里有好办法？莫要取笑在下了。莫统领此话差矣，云秦虽只是小国，但是背靠西陵，我们哪敢取笑你啊？此次对付苏九泥等人，唯有西陵。茉莉人跟手下部众围坐在营帐前，升起了火堆烧烤食物。大荣的算盘打得挺精的呀。
等前头4国来的人死光光了，刀子马上就要砍到他脖子上的时候，跑出来抖机灵来，他怎么不直接往脑门上写怕死2个字得了？真他娘的丢人！老大，咱得让人盯着点大荣那边，免得被他们算计了进去。过了金牛道，下一个可就是我们了。手里肉块滋滋的往外冒着油。事已至此，他还能怎么算计？无非就是弃道而逃，让我们更快跟苏九尼对上罢了。暂时按兵不动，这计划刚刚定下，他跑了也没人能拿此事说道，咱们有样学样呗。老大，咱也跑啊！不跑搁这等死啊？谁的命不是命？你们家里都有高堂妻儿要养的，脑子机灵点。顿了一下，要是真跟苏九尼那群人遇上了，谁都别动手。前面道上那几场打斗我琢磨过，只要我们不先动手，他就不会杀我们。他们会把咱们给当成屁给放了。老大，不能这么笃定啊！他们打临江跟商贝的时候，连盯梢的人都给杀了。那肯定是临江跟商贝派去盯梢的人长得不顺他们的，没有任何动作。或许西陵国君有什么命令示下给莫统领了。哎呦，这可真是有嘴说不清了。云秦确实背靠西陵，但是我朝内政独立，朝中万事乃是我皇说了算。再者，西陵国君圣明，也不会随意干涉小国大小事。再说了，这几年西陵一直不曾参与外头各种纷争，并非只是苏九尼这一件事。西陵国君如何想的，莫某也不知道啊。姓莫的滑不溜手，话题绕了一圈，又回到当前难题。其余4人各自相视一眼，心头越发烦闷。既然大家都没有办法，不如听一听我的建议。大荣的再次开口，邀请几位过来商议前，我已经传信回去请示，在接到回信之前，我们暂时按兵不动，只着人继续监视。若是发现苏九尼找到节骨线索，再合力出手缴获，这是我目前能想到最稳妥的办法了。几位意下如何？北乡领头人当即颔首。就目前的处境而言，如此确实是最为稳妥的。另边厢，晚上火光遮不住，对面营帐里的人一眼就能看见，愣是不见动静。他们被吓破胆了，肯定是他们都不敢派人来盯梢了。我的功劳，盯梢的人是我干掉的，一定要足够凶残，才能让敌人闻风丧胆。确实十分凶残，也不知道之后我们想传出去的消息还能不能传到4国的耳里。你懂个屁！你以为那4国的人当真死光了？他们盯梢的人可不止一波，怪不了咱的事儿，木头脑袋。唉，这世间最落寞莫过于无锋敌手啊。咱们俩不是一道的，弟弟，起开点啊！哥哥眼里只有钱，你靠太近会让哥哥的铜钱染上迂腐的酸臭。杜爷爷想把刚咽气的人救回来，除了用护心丸护住心脉之外，还有什么起死回生的药可用？除了大还丹、九转回魂丹、活白骨、无常散、阎王怒之外。宝，好问题，等爷爷想出来了再告诉你。那帮龟孙子在干嘛呀？田宝，快来帮爷爷看看，是不是我眼花了？那些孙子大晚上的跑路。段刀叔叔，昨夜着凉了，听说袁将军昨夜有床不睡，跑到屋顶上躺了一晚。天已经开始入秋，袁将军要保重身体才是。皇上，请继续往下说。段刀坦然自若。九国人手齐聚蜀道，那里虽然是北疆边境，但是各国集结，难免引起人心惶惶。我大约作为中等国，自需提前应对，以防万一。我想拨2万兵力驻扎在此处，筑一条防线，守边境百姓安宁。段刀跟子怡立刻明白魏离真正用意。臣请缨亲自率兵前往驻守，朕亦有此意。段刀叔叔，把田宝跟独爷爷他们安全接回来，定不辱使命。慢了一步的子怡用眼神朝段刀放刀子。皇上特地加派驻兵前往，为的是给田宝一行随时能增添援手。他也想去，自从回京之后，他已经快3年没见过这些孩子了。段刀目不斜视，当作没看到子怡阴森神情。此番段刀叔叔带兵前往，也是向诸国表明我的态度。日后边境怕是安稳不了了。明日早朝，我会颁下诏令，兴农立商，大约各处流放地土地广袤，以惠政鼓励当地百姓及流犯放人开荒种田。5年后，我要大约征则有粮用，召则有人亡，国泰才能民安。为国朝百姓，臣誓死追随皇上。东市原将军府下上，府前来了2人求见，是城外小镇来人。管家把人带进来，一垂垂老者，一俊朗青年。前老，请受袁耀一拜。将军不可呀，将拼死守国，才有百姓在后方的安稳。曹明仅仅是做了自己能做的，万万当不得将军如此大礼。钱老已经古稀之年，袁家当年的事情，沉冤昭雪之后，曹明斟酌万千，还是将袁儿的身世告诉了他，还望将军
莫要怪罪。唉，我知将军心头忧虑，是希望元儿能在寻常百姓家过平稳生活，不愿他再背负将门责任。但是元儿终究是袁家血脉，亦当认祖归宗，否则草民心事难了啊！段刀看向了青年，钱淼字念元。很多年前，段刀就知道他的名字。将军这么多年一直不曾找来，是不想认我吗？你本就是我袁家人，何来认不认一说？当年我知道袁家尚有血脉活着的消息，就立刻赶赴回京，在钱家对面山头伴了你3年。只是当时情势复杂，不敢与你见面相认，免你再遭连累。彼时不敢相认，那之后呢？如今袁将军已经重回将门，应已无顾虑，为何依旧不认我？元儿，人无完人，我也是个有血有肉的凡人，有缺点，有害怕的事儿。你从小到大都是钱家的孩子，日子虽然平淡，但是富足安稳，在常年刀口喋血的人眼里，这样的日子更为幸福。你是我袁家而今唯一的血脉，我生了4心，想让你平安喜乐一辈子。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世，就不用背负那些负担，不做袁家儿郎，便也不用背负中将后人要背负的责任。我虽上战场杀敌，但是于为人处事上过于秉直，因从年少开始领兵发号施令，事宜也会时常忽略身边人的想法，这些都是我的不足之处。抱歉，我从没问过你的意见，是我错了。我今日跟祖父前来，只是想弄个明白。现如今心事已了，听闻袁将军即将启程往东北边境，念袁在此，祝袁将军一路顺风。我依旧是钱家的孩子，会好好孝敬父母长辈终老，但我亦不会忘记自己是袁家后人。等到他日我有了自己的儿女，我会像祖父自小给我讲袁家忠义那样，把袁家的故事说给他们听。段刀明白了，他抬手停顿片刻后，在青年肩头落下，拍了拍。好，有我袁家风骨，你被教养得极好。这个孩子生于袁家，却从未想过袁家一针一线，是钱家将他抚养成人，理当如此。